耗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做饭。又是你，你阴魂不散呐？干嘛呀？宁夏因为工作而受伤了，我作为老板有义务来看他。先别说了，咱们私聊吧。走，赵总，坐。他干嘛来？他接我出院呢，他是我老板。他把你害成这样了，别跟他有来往了。你看你说的，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买了什么菜？有你最爱吃的鱼，给你做鱼汤，还有最新鲜的蔬菜。哇，太棒了！我先给你做。哎，你要帮我做饭啊？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做就行了。真的不用，你不是还得忙吗？赶紧回去吧。好啦，快回去啦，放心啊。姓赵的，小夏呢有我照顾啊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吧。我该干嘛我自己知道，用不着你来指挥我。哎呀，你们俩别吵了，我这第一天刚回来，身体不舒服，要早点休息。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放心。煎鱼的时候小心烫啊！放心，放心。哎呦，这两个人。进账了。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请你远离小夏。秦先生，宁夏是我的员工，他因公受伤了，我认为我有充分的理由和责任来照顾他。你也知道他是因为工作受的伤啊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用这种虚情假意的关心来弥补自己的过失，没有用。我不希望小夏再受到任何的委屈和伤害，所以请你以后8小时之外不要再来打扰他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很抱歉，我可能做不到。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你一个堂堂的总经理，为这么小一个员工的事儿如此的上心。我相信，同样的事儿发生在其他员工身上，你就不会这样了，对吗？真无聊，我先走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现在告诉我，你对小夏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感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责问我？为什么他每件事情你都要来掺和？我喜欢他，我从小就喜欢他，怎么了？所以他的事儿我就特别的关心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，你好自为之。喂 ，Lucy， 你马上帮我联系一位专业的护理师。是的，有消息了，马上通知我。拜拜。台文艺频道。排名第5的是位于菲律宾长滩岛的 Discovery Shore 酒店，美国乐旅杂志为它打出了96.77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喂，赵总。身体怎么样了？还没睡觉呢？还没呢。你呢？我在办公室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明天呢，
有一位专业的护理师来照顾你。专业护理？哎，赵总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，不用麻烦别人了吧？听我的，我让你在专业护理师的照顾下，1周之内就可以恢复健康，然后你尽快就可以来上班了。我可不想给你无限期的带薪放假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张马屁！哎呀，关心我还用恶人的方式你说什么？啊？没有，我是说，感谢赵总对于下属的关心。好了，既然有了专业的护理师照料你的生活，你可以通知你的家人哦。还有那些身边无关紧要的人，比如秦昊之类的，就别再上门添麻烦了。一个女孩子家里，男人经常进进出出的，会招人误解的。就这么决定了。树洞先生，我从未想过，你第一次走到我的生活里是这样的。树洞先生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之前问过你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和我一样认为爱情是没有秘密的？渐渐爱上你，我才知道你说那句话的意思。你说爱情里没有秘密的这个人，既不懂爱情，也不懂秘密。你说约了宁馨见面了？别提了，张口闭口都是赵丹桥，你是他的男神。再努力努力，祝你成功。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，不过我想过了，等他出差回来，我再约他一次。祝你好运。哎，喝2杯去啊！走。谁呀？那么大早。困死了。宁小姐你好，我是赵总请来的护理，我姓陈，叫我陈姐就好了。我去给你做早餐吧，你稍微等一下，做好了叫你。哎，你们家厨房在哪儿？那边。啊，好的。赵总，护理陈姐已经到了，现在在给我做早餐，谢谢你。树洞先生，早安。昨晚我又重温了一部非常喜欢的老电影《缘分天注定》。当爱情来临的时候，人们不知道何时会失去，就像片中男女主角那样一见钟情，欢度8小时后却彼此失去了对方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们一直都在拼命地寻找，
却一次又一次的错过。缘分好幽默，让彼此相爱的人都沉默。当你认为这一切就这样结束的时候，故事却刚刚开始。叶小姐，可以吃早餐了。哇塞，这么快做了这么丰盛早餐啊！不知道你喜欢吃西式还是中式的？都可以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早餐了，以前都是妈妈在世时候做给我的。那你平时都不做早饭吗？我就是在路边随便买点就吃了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就是不按时吃饭，特别是早餐。这老话说得好，早上吃得饱，中午吃得好，晚上吃得少。这早餐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人经过一晚上的睡眠，一晚上的消耗，前一天所吃的营养都已经消耗殆尽了，所以呢，要通过吃早餐来补充一下全天的营养。要不然的话，人体内葡萄糖不足，葡萄糖不足呢就会导致脑细胞活力不足。但是我真的没时间吃早餐。你是找借口吧？为你自己睡懒觉不吃早餐找借口？没有。来，我给你开了1周营养菜单，你过目一下。营养菜单？对啊，赵总吩咐了，让我要很好的安排好你的1日3餐饮食，还要避免那些不利于疗伤的食物。哦，这是我的营养师资格证、健康证，还有护理师资格证。哇塞，原来做护理要这么专业的，真的是干哪行都不容易。那当然啦，赵总既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请人，我们公司肯定要选派最优秀的护理师过来啊。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随便准备了一点，如果你觉得有微不合适的，我可以跟您调整。哎，没事儿，我不挑食，我觉得都挺好的，那就麻烦你的照顾喽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。好吧，那你先吃饭吧。好，谢谢。我先去忙了。喂，护理师怎么样？赵总，你昨天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开玩笑呢，没想到你真的找了个护理过来。我不是重症病人，没事儿，你赶紧让他回去吧。我已经支付了护理费用，要不你把钱退给我，我就把护理打发回家。哎，你这也太不讲理了吧！你既然知道我不讲理，就别费口舌了，好好在家待着，不许乱跑，尽快养好伤回来上班。我可不想跟你放无休止的带薪假。哎，什么呀？话都没说完就挂，找把屁！宁小姐，进来吧。来，多喝点水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多休息啊。山崖婚礼一直是宁夏在跟进的，但是宁夏请了病假，当然这个 case 的实施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更换一下人手？好，把这个案子转交给 Steven。山崖婚礼需要跋山涉水，很辛苦的。宁夏即便回来，也不适合这么舟车劳顿的。好的。蓝桥国际的广告方案我已经发到您邮箱里了，请您尽快的审阅定夺。按照合同，广告部今天必须定稿上线。OK。
还有米七月的那个委托 case 已经完全结束了，但是米小姐一直都没有来付尾款。酒店呀、花店呀这些承接单位和送货单位，他们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催我们结账。米七月这案子还真是棘手，未婚夫跑了不说，还被卷走了一大笔钱。现在向他催款的确不合适。这样，急等着支付的款项由我们公司先垫付，后续等宁夏上班以后再妥善的去解决。别墅改造工程 ，Steven 小组已经拿出了改造方案，就等着开审定会了。不知道安排在哪一天比较合适？方案呢？好，等我看了以后再做决定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的同事都很关心宁夏，我想请半天假，能不能去他家探望他一下？不用了，不要去打扰他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出去吧。小夏，先生，你找谁？你贵姓啊？我没走错吧？你找谁啊？小夏，小夏，你等一下，你找谁啊？不是你是谁呀？我是他的护理啊。耗子，宁小姐，慢一点。哎呀，耗子，你来啦！来你们家得请示汇报。这谁啊？哦，他是我专业护理。我姓陈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你最爱吃的大虾。哇，谢谢。哎，过去坐。走，慢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慢点儿。好。你什么时候请的护理呀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？怪不得，家里空前的干净啊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谢谢。陈姐，我想跟我朋友聊聊天，要不然你下去逛一逛吧，熟悉熟悉环境。啊，没事啊，你们聊没关系的，就当我不存在好了。陈姐，那现在差不多要吃晚餐了，要不你做饭吧？你放心，没事的。啊，好吧。你中彩票了，你请得起他呀？哎呀，我这不盛情难却吗？都是因为赵扒皮，不受伤嘛，他就是体恤员工呗。天方夜谭啊！老板给员工请护理，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好事儿啊？我觉得他对你目的不纯。说什么呢？我这是工伤，这是老板对员工的责任。你看，你就护着他，你什么时候关心我呀？哎呀，咱俩能一样吗？你是我好哥们儿，肯定不一样。他是不是你那位树洞先生啊？我就觉得他对你图谋不轨。没有，他是我老板。你说我平时多拍拍他的马屁，说不定年终还能给我奖金呢，你说是吧？哎，在家里闷不闷？要不我开车带你出去兜兜风？行啊，太棒了！宁小姐，时间到了，你应该吃药了。啊，又吃药啊？陈姐，每次我一吃这药就犯困。犯困没关系啊，你刚好睡个午觉。你的腿伤一定要多静养，多休息。快把药吃了吧。你让我出去玩玩吧。我最近要不就是在医院躺着，要不然在家里躺着，我都忘了外面长什么样子了。赵总吩咐了，你的伤只能静养，不准出门。
臣妾，就让我出去吧，我在家里都快憋坏了。聂小姐，请不要为难我好吗？快把药吃了吧，一会儿。行吧，那我等会儿吃。秦先生，聂小姐她不能久坐，所以您还是请回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轰我走啊？主人还没发话呢。虽然我不是这个家的主人，但是他是我的病人，他的饮食作息全由我来安排，这是我的工作。还有，这个虾是您刚才带来的，宁小姐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吃这种易发的东西，特别是虾，所以请你谅解。以后还请您不要再带食材过来了。他的饮食全部都是由我来料理的，我是严格按照营养学来搭配的，请你谅解。你了解他是我了解他，我们俩是发小，他爱吃什么我最清楚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他现在的身体情况真的不可以吃易发的东西。如果他好了之后，他想吃多少都没人干涉他。也是哦，耗子，我也是无能为力。行，我先回去。想吃什么给我打电话。专业的陪护是吧？好，我先走了啊。赵总说了，宁小姐现在需要的是静养，所以以后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请不要再来打搅她了。再说她还是一个单身女子，您这样一个大小伙子经常出入，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您说是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赵丹桥派你看着他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侵犯他的隐私，你知道吗？耗子，耗子，你就听陈姐的吧，咱们下次再约。行，想吃什么给我打电话。来，你坐下休息一下吧，宁小姐。那我去做饭了。嗯。丹桥，晚上有时间一起吃饭吧。抱歉，今天没有时间。妈，怎么了？心儿啊，你出差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刚下飞机。哦，小夏出院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志远已经告诉我了。啊，你爸爸这2天身体不舒服，我抽不出时间去看他。他一个人住在外面，还真让人担心。你回来的话，去看看他吧。他这么大的人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爸怎么样了？带他去医院了吗？没多大问题，你爸爸高血压，吃点药就没事儿了。你得看着他，别让他再喝酒了。这个老东西啊，越老脾气越坏，我是管不住了。哎，心儿，你回来吃饭吗？行，那有什么事儿的话，等我回家再说。啊，等你吃饭啊。
赵丹巧，别以为躲着我就拿你没办法了。你看着吧，我一定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。欢迎欢迎。嗨，你们这里门面一般哦，不知道拍摄技术怎么样？哦，我们这儿是小本经营，别看这儿不太起眼，但是我老公的摄影技术绝对 OK， 有很多的演员、模特儿特邀他去当摄影师呢。哦，要不然咱们先请坐吧。哎，好。你看啊，这边墙上有很多的图片啊，都是我老公拍的。哦。而且我们的服务啊，绝对优质可靠，这点可以放心。哎，好。哎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呢想给你们拍一套写真集，先来咨询一下。宝贝儿。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琪琪。琪琪呀，今年多大啦？4岁。哦，4岁了，那该上幼儿园了吧？哦，还没呢，今年下半年上幼儿园，所以呀，就计划着给他拍一套写真集，留作纪念。你说像现在养孩子真挺不容易的，上幼儿园之后是小学，再之后是中学。这马上遇到这些问题了，想想头都大了。可不是嘛，我们现在上哪所幼儿园啊，都还没有着落呢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啊？怎么会啊？不是说上幼儿园都是按照学区划分的吗？哎呀，我去咨询过了，说是今年我们那个学区啊，差不多有300多名的失明儿童，可是呢，学校只招100个。哦哟，那这么说来，我也得提早做打算了。不然的话，我这孩子要是生出来，上不了幼儿园，那不就糟糕了吗？哟，这谁家小宝宝这么漂亮？哎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叫哥哥就行。老公，他想给他家的宝宝拍一套写真呢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看一看我们的样片吧。啊，好啊，来，谢谢。要生一个那么可爱、那么乖巧的小闺女，多好呀！我跟你说，人都说了，生儿子是名气，生闺女才是福气。闺女啊，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。哎呦，瞧把你俩给乐的。宝宝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你首先呀，得做一个称职的孕妇，衣服呢得穿得宽松一些，最好是棉质的孕妇装。对呀，我是该穿孕妇装了哈。那个怎么样看的？喜欢哪一套？外景的还是内景的？那我呢想拍一些内景和外景结合的，这样看上去丰富多彩一些。没问题。那个，那像是这样的一套要多少钱呀？咱们啊是刚开业，给你一个开业优惠，给你打6折。啊，真的呀？那真是太感谢了。那要不我现在就交定金，改天约女儿过来一起拍个照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好，谢谢。那老婆，那你领上。来，跟叔叔说再见。再见，叔叔。再见，再见。小远，怎么了？嗨，小德。米小姐。怎么了，米小姐？小远，我们家马虎生病了，你陪我去趟宠物医院吧。你们家马虎生病了，找我也没用，我又不是兽医呀。马虎可是我最重要的亲人了，他万一有个3长2短，我怎么应付得来啊？你得陪我去啊！我这个上面还有事儿呢。再说我们影楼刚开业，这个片子都等着修呢。哎，小德，你快来，你快来，你快来！怎么了？小德，我们家马虎生病了，现在在医院呢。我借你老公用一用，陪我去医院呗。啊，志远，要不然你陪米小姐去一趟吧。不是，我这个片子明天客人还要呢。要不然你就晚一点回来再弄吧。走吧走吧，小德待着，赶紧走吧，性命攸关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哎，狗呢？不是病了吗？马虎在宠物医院呢，我们现在去接它。
狗也看好了，不说好回家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那医生不是说了吗？马虎它消化不良，缺乏运动。这人跟狗啊是一样的，都得锻炼。所以啊，我带它来这儿溜溜，多开心，多开心呀！米小姐，我看你啊不像遛狗，像遛我。哎呀，那我不是看前段时间大家都太不容易了吗？我呢被男人骗，小夏又住院，东奔西跑的那么辛苦啊，所以我就想找个机会，大家一起出来透透气了嘛。米小姐，我可不像你那么潇洒好命，我呀得照顾我那怀孕的老婆，还得养家糊口，真没时间跟你在这闲情逸致啊。哎呀，你放松放松，你看看这儿环境多好啊，青山绿水的，负氧离子爆棚，总比你待在城市里做那个吸尘器好吧？而且我跟你说，这里的白茶特别好喝，走，我们喝下午茶去啊！马虎，走，马虎，走喽！米小姐好，准备茶点去吧。好的，行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老婆，店里没事吧？我看你给等会儿。好。米小姐的小狗还好吧？别提了，一言难尽。回去跟你说吧。这样，你呀，在店里干活的时候注意安全。对，我晚上回去跟你去吃饭。好，爱你啊，么么哒。秀恩爱死得快，才出来那么会儿就给老婆打个电话。放上吧。哎，小远，我跟你说，这糕点特别好吃，来。哎，不用，我要这个吃，这个我喜欢这个。味道果然不一样。是吧？没骗你吧？挺好吃的。来，你再尝尝这个白茶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好，谢谢。尝。怎么样？哎呀，米小姐，我发现你真会享受啊。不过呀，今天咱们真得早点走，路上堵车。哎呀，你好啰嗦啊，跟个祥林嫂似的。我要回去。这景色那么好，你就不能静下心来好好享受一会儿啊？那个孙北方，你有消息吗？你别给我提他行吗？你一提他，浑身不舒服。你后面怎么打算的呀？我能有什么打算啊？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抛弃我了，除了马虎，什么都没了。唉，米小姐，你真别这么想。其实每一个让你受伤的人呢，对你来说都是一份经验，让你迅速成长，迅速坚强。你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呢，都是有原因的。小远，谢谢你啊！现在除了马虎，有你可对我好，关心我了。米小姐，别这么说，谁让我心肠好呢？就只是这样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？米小姐，我帮你啊，不是因为喜欢你，换其他人我也会这样的。可我喜欢你。我呀，有家庭，有老婆，马上还有孩子，咱俩不可能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以后咱们就不方便见面了。我不管，我就是喜欢你。别人怎么样，我不管。哎，你看，马上晚高峰了，再不走啊，一会儿真堵车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马虎呢？马虎呢？不，刚才还在这儿呢吗？对啊。哎呀，你赶紧帮我在这。哎呀，马虎啊！慢一点。赵总，你好。好，你好。小心点。啊，对了，陈护理，晚饭以后我送她回来。好的，赵总，那我就不给宁小姐准备晚餐了，你们慢一点啊。再见，赵总。再见。可以吗？
赵总，你突然把我叫出来，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是不是欺负我残疾啊？哎，你要再不说话，我跳车了啊！我听说某人在家待郁闷了，都忘了公园什么样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所以我带他出来看看。天哪，赵总，那个陈姐到底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护理还是间谍呀？她跟你说什么？他说今天有一个男人来了，你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没有，哎呀，那个就是秦昊，我们就当着陈姐的面聊了一会儿，最后被你派来那个间谍给赶出去了。看你紧张，没有，陈姐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提醒我宁夏小姐在家憋坏了，要我抽空带你出来溜溜，这样才会健康。你会不会用词啊？你以为在遛狗啊？你这个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小时候我被寄养在农村，在乡村小学念过几年书，整个学校加上校长、老师一共才5个人，我们班只有1个老师，语文、数学、体育，门门都教。后来才知道，我们老师原来是因伤淘汰回乡的田径运动员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我要是骗你，我是小狗。怪不得你对这个“六”这个字情有独钟。宁夏，你啥都不会，损人倒是挺在行的。等我一下。哎，等等，哇，赵总，你看，太美了，夕阳。赵总，谢谢你，可以让我看到这么美的夕阳。我还可以带你来看日出。去那边坐一会儿吧。眼前的赵丹桥，就是2次元那个温暖的树洞先生吗？4年来所有的回忆，真的让人变成了神经病。前一秒还是嘴角上扬，这一秒却湿润了眼眶。嘿，想什么呢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我带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给你的，打开看看。天哪，小龙虾！天哪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戴上手套吧。赵总，你不吃啊？我不吃了，我不喜欢小龙虾，这是特意为你买的。谢谢。哎，但不是说小龙虾对伤不好吗？那我能吃吗？偶尔吃一点没有什么关系。要是延误了病情的话，我多给你几天假期，好吗？说的也是，这吃美食呢，就要有奋不顾身的勇气。太好吃了，多吃点。马虎，马虎宝宝，马虎，马虎，哎呀，到底上哪儿去了呀？马虎，马虎，急死我了！马虎，马虎，马虎，到底跑哪儿去了呀？马虎。
你别着急，往前看看。我能不急吗？我马虎啊，马虎啊！马虎，小雅，你去那边找啊！我去这边。马虎，马虎，马虎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马虎。 太好吃了，哼，吃美了吧？超级美味耶！肖总，今天谢谢你带我看了这么美的夕阳，还这么好吃龙虾。哎，等等，你就这么点要求啊？也不是全部吧。我还记得你跟我说带我去看日出，所以呢，那够。感觉这个天好像下雨了。是啊，我们赶紧走吧，我来收拾。好，这给我。走，小心，小心台阶。马虎都不要我了，都怪我没有看好马虎。小雅，他一定是被人给抱走了，我们都找了整个山庄都没找到。你别这么说，马虎啊，一定会找到的。他连马虎都不要我了。小远，你知道吗？马虎来我们家已经6年了，我大小爸爸妈妈都工作忙，没有时间陪我，就特别想要一只小狗，妈妈就抱马虎回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跟马虎就从来都没有分开过。现在我什么都没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你还有我们这群朋友呢。您好，我需要一位代驾司机。对，我在滨江大道。对，我需要代驾。
什么？1个小时？好吧，我在这里等。黑色跑车。是的，谢谢。赵总，你也没喝酒，为什么要找代驾呀？我可以打开音乐吗？好的。我无法在雨天开车。为什么？因为雨天开车，我害死了他。那天天气很好，是我见过最晴朗的天空。我们难得去郊游，本来他要写毕业论文，但是经不住我的劝说，还是溜了出来。谁知道回来的时候天气突变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没上楼睡呀？我是不是把你吵醒了？没有，我不是等你呢吗？这菜都凉了，我帮你热一下。不用不用，我都吃完了。宝宝，回到家，看见有一盏灯为我点亮着，心里挺温暖的，被牵挂的感觉，挺幸福的。老公，无论你多晚回来，我都会在家等你的。宝宝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说对不起啊？你就不问我去哪儿了吗？不问。老公，我相信你。以后啊，我再也不把你一个人放假了。我每天晚上都要陪你散步，陪你吃饭，陪你去看电影。树洞先生，4年以来一直向你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让你分担着各种喜怒哀乐，而今天你第一次向我揭开了你的伤疤，那么沉重，我该怎么安慰你呢？小时候，幸福是一件实物；长大后，幸福是一种状态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，幸福既不是实物，也不是状态，是一种领悟。早饭吃过了吗？药吃过了吗？喂，
道你只会用一个“字回答我的问题吗？一早上吃呛药了你？什么人呀？不说了。宁小姐，今天训练时间差不多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了，我想早点康复，在家里都快得抑郁症了。欲速则不达，一口也不能吃成胖子啊！我看啊，你还是悠着点儿，慢慢来。要不要去喝口水啊？没事儿，陈姐，我觉得外面天气挺好的，能不能我们去楼下公园坐一坐呀？沙发都给坐穿了。好，我带你下去吧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陆师姐，这个母茶蛋糕可难做了，我都试验了好多回，就做不到你的水平。我这可是用了200斤面粉的代价换来的结果。200斤？我跟你说啊，烘焙这件事儿就是要靠时间，靠金钱，明白吗？好吧，那我放弃了。Lucy， 不想干了是吧？干脆把工作辞了，专心做烘焙。赵总，对不起。公司电脑是给你们办公用的，不是给你们用来网聊和干私活的。Lucy， 你作为行政主管，带头违反了公司的管理条例，该怎么惩罚你？我写检查。赵总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再有下一次，你就走人。你去把公司员工的履历都拿给我。不，只要公司未婚女员工的。未婚女员工？您是要安排他们相亲啊 ？Lucy， 这是你该问的吗？你真的不想干了？赵总，这是公司所有未婚女员工的履历。好。赵总，您今天的气色不太好，有点燥，我给您泡杯蜂蜜柠檬茶润润。你是不是闲得慌？出去。哦。生日是8月18日，是什么星座呢？8月18日是什么星座？7月23日至8月22日是最自信的狮子座。热情、阳光、大方是他们性格上最大的特色，常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而使自己不快乐。使自己不快乐，一点都不准。我看他没心没肺，比谁都快乐。这太不准了。牛欣姐，你来啦！你好，赵总在里面吗？嗯，他在办公室呢。谢谢。哎，牛欣姐，宁夏最近怎么样呀？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她。我这几天也没见到他，不过电话里听起来他应该是好多了。对了，你们公司的福利真的太好了，居然还给他请了专门的护理，谢谢你们。那是赵总啊，私人出钱给他请的专业护理。啊，对，赵总这件事儿确实和我商量过。那我就进去了，谢谢你们关心我妹妹。好。我说呢，赵总对宁夏这么好，还
大手笔专门请了护理，感情跟你谈恋爱呢。哟，羡慕呀，嫉妒呀，谁让你没有那么漂亮又那么能干的姐姐？会不会聊天啊？本来就是。哎呀，行了，干活吧。丹强，啊，宁馨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欢迎我来吗？找我有事吗？是不是没事情就不能来找你啊？每次找你，你总是忙忙忙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借公事之便过来看看你。最近公司案子很多，真的抽不开身。如果真的想见的话，总能有千万种条件；如果不想见的话，理由也有100万个。林馨姐，请喝咖啡。谢谢。Lucy， 你去把广告部的总监叫过来。不用了，等下我自己去广告部吧，我还有事情要跟赵总说。好的。其实我这次来是有礼物要送给你，来看看吧，我想你一定会喜欢。姐，我们共同喜欢的音乐是舒曼的《幻想曲》。舒曼的《幻想曲》，这是我前几天去广州出差的时候，专门去2城市场淘给你的。你要知道，这种东西对于懂货的人来说，它可是宝贝；对于不懂的人来说，它就是垃圾而已。我相信我的树洞先生一定会很喜欢它的。这是我一直想去找的 CD。这多少钱？你怎么这么见外啊？都说好了是送你的礼物了。丹强，我真的是很感谢你这么照顾我的妹妹小夏，还替她专门请了护理。我和妹妹都会很感激你的。这是公司对因公负伤员工的福利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啊，对了，蓝桥国际的董事长说对你这次广告非常满意，让我一定要谢谢你。那今天晚上6点，我在西餐厅定了位置，你可不能拒绝我。宁馨，你很优秀，但是我和你之间……丹桥，这是工作大谢。这样吧，我先去广告部，有什么话我们晚上再说。好吧。欢迎加入爱德华团队。多谢冯总赏识。子然啊，你现在是市场部的经理，再升一级的话，就是总监了。如果你能够完成我交给你的事儿，那总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。我相信你的才华，也相信我自己的眼光。我更相信你在爱德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。想想你的过去吧，为了自尊，放弃了爱情，也放弃了宁馨。可你现在呢？啊，你在王璐璐面前同样没有自尊，而且更可悲的是，连爱情都没有了。如果你希望改变，那你就必须做出一番事业，然后再把你的自尊捡起来。捡起来？怎么捡？弯下身，然后再直挺挺地站起来。想夺回宁馨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
我现在面对的对手可是赵丹角。赵丹角算什么？你的目标是夺回宁心，而我的目标是收购蓝桥国际。蓝桥国际是我的，宁心是你的。虽然这是你的公关费，公司给你配了台车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多谢冯总厚爱，那我先走了。在哪儿呢？好，我来接你。真好，终于出来了，把我逼坏了。慢点，哎，以后啊，你要是想出来，你就跟我说，我陪你下来。行，谢谢。小朋友，给你。谢谢姐姐。不用谢。小夏，我看你挺喜欢小孩子的嘛。对啊，我挺喜欢的。哎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哎。那身边有中意的人吗？慢点。谁知道啊？就算是有喜欢的，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我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女人啊，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归宿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我的孩子都这么高了，都能打酱油了。哎，你觉得赵总怎么样？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。你看他让我来护理你，还那么关心你，而且他又年轻有为，还长得那么帅。陈姐，你看你想的，我是因为工伤，是公司的福利，而且我又不漂亮，学历又不高，工作能力又不强，他那么优秀，怎么能看得上我呀？谁说的？我就觉得你挺好的。哎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？我们老家有几个老乡在这里工作，做得挺好的，还有一个在这儿买房子了。不用了，我也没想那么早把自己给嫁出去。没事。喂，浩子，在家吗？我在来你家的路上。我在小区散步呢。那你等我，马上到。行，拜拜。陈姐，我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，要不你先上去吧？不行，你差不多要吃药了。啊，又吃药啊？这药每天吃的昏昏沉沉的。我正好有朋友过来，所以我想多待一会儿，呼吸下新鲜空气。哎呀，就1个小时，拜托。那好吧，那我先上去。你要有什么事儿呢，给我打电话啊。自己注意点啊。好，慢点。哎，米小姐，又怎么了？小远，我现在过来接你，然后你就陪我去农家乐找马货。哎，别，我今天真没空，我今天店里一堆事儿呢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你给我等着。喂，
喂，什么情况？耗子啊，哎，你的贴身侍卫呢？啊？哎呀，当然是被我支走了，现在我自由了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莫非你想？当然啦，走吧 ，Let's go， 慢点。哎呦。关门了啊！哇，太开心了！我终于可以出来散心了。我想好吃什么，我一会儿吃小龙虾，我吃大浪骨，我要吃烤串儿，想想我都流口水。给你浩哥有肉吃。